提起浅草，你脑内会浮现什么画面呢？雷门和浅草寺，重建式商店街，许多人都认识。在日本人眼中，浅草与新宿和涩谷不同，带有一点旧城区的感觉。有到过浅草的你，应该都会有同感吧？这100年多，浅草兴衰起伏，仿佛云霄飞车，大起大落，于20世纪上半叶攀上了最高峰，蜕变为东京最繁华的地带。但因为一个变化而渐渐步向衰弱，困在谷底而未能翻身。通过雷门进入重建式商店街，左右两旁老板店员热情叫卖，恍如身处在高度成长期的日本。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原来左手边的店铺比右手边的租金较贵，原因并不难推测。醉生日本本集为您介绍经典旅游胜地浅草，100多年的发展沧海桑田，往日的热闹盛况今非昔比，在开发计划也历经了重重的波折，趁机会认真的窥探昔日的繁盛，亲眼见证现在的沧桑。最能代表浅草的景点，可以算是由雷门至浅草寺之间一段长250公尺的购物街，重建式商店街。小店一间接着一间，老板满脸灿烂笑容的背后，隐藏着种种辛酸和黑暗的故事。也有不少人介绍过现在的重建式商店街，吃喝玩乐的场面你应该已经看过不少。这段影片以另一种角度，让你重新认识这个已经看惯了的地方。数年前，这片土地持有人的浅草寺竟然宣布将租金提高16倍，令人感到惊讶和匪夷所思。可能你会觉得店铺的租主有点可怜，不过世事没有那么简单。进入17世纪，当时是江户时代，东京成为日本的中心。随着人口增加，东京最悠久历史的浅草寺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盛事，寺院顿时成为热闹地带。然而，有游客必定造成了垃圾问题。寺院为了应付这个问题，有一天想出了一个妙计，向为寺院打扫的人们出租这个地方，给他们开小店。就这样，重建式商店街面世，由雷门至宝藏门之间的一段小路，开了数家水茶屋和卖伴手礼的小店，还有玩具屋，店铺的种类和现在差不多。维持了100多年安宁的日子，随着封建社会完结而消失。进入19世纪末的明治时代，政府没收了所有寺院的地权，小店全部被迫搬迁。为求追赶欧美，政府在相同地方建设了以银作为蓝本的西式商店铺位，并且出租。1个月的租金是2元50钱至9元不等，换算为现在的物价，大约是5万至20万日元。如果这个租金水平维持到现在，以这个每年近3000万人到访的黄金地段来计算，租金也不算昂贵吧。另外，政府命小店搬走，或许有人会感到政府无良，但当时风气欠佳，商铺卖的东西古怪，有些还带有骗人的嫌疑，所以强行命令店铺搬走或许是正确的措施。进入20世纪初，政府以物价和周边地价为标准，把小店租金加至10日元，超过原本的3倍。另一方面，由雷门进入商店街，右手边的店铺租金比较便宜，看起来有点不公平。其实是因为左手边阳光较好，没有西晒问题，右手边店铺条件较差，但即使购买相同的货品，选择右手边的店铺应该也不会比较便宜。继续看下去，你便会理解内情。那次加租，或许有人认为政府无良，但其实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当时有120个铺位，当中大约一半已由原本的店主以3倍租金出租给其他人。原本的承租的店主不劳而获，问题出于政府原本所定的租金太低，甚至当时以店铺提供有公益成分的服务，例如当时大流行的昆虫资料馆，便可获全免租金。但实际原本承租的店主再分租给其他人卖伴手礼，不用冒风险便可以赚取租金。1923年发生关东大地震，店铺受严重破坏，市政府决定采用合适设计来重建，形成现在重建式商店街景观的雏形。当然，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，
政府再次宣布加租，右手边的铺租加至12元40钱，而左手边加至13元60钱。当时人流多的话，一天的营业额为30日元，租金水准还是偏低。历经大地震后不久，又遇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东京遭美军进行大空袭，重建式商店街化为焦土。一如以往介绍大城市时，必然会提及战后的黑市，重建式商店街也成为了热闹的黑市，卖食物、长靴和炭炉等生活的必需品。黑市的货如流水，还有势力人士收保护费，无法无天。经历战后复兴，商店街被重建并重获安宁。到了1985年，为纪念近代商店街成立100周年，改装招牌和重新铺上湿地板，形成了和现在差不多的景观。1994年还将电线埋于地底，景观进一步获得了改善。到日本逛街时，看见街道两旁没有架空电线的话，便代表那个地方不是一般的旅游区。政府在明治时代没收了浅草寺的地权，寺院在20世纪初向政府买回土地，但土地上的建筑物并不属于寺院。重建式商店街一带重建都是东京政府负担费用并持有拥有权，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，寺院多次要求买回土地上的建筑物，但政府没有答应。在2017年，政府突然一改态度，将建筑物以2000万日元卖给浅草寺。2008年，政府推广旅游业，重建式商店街人山人海，世界各地的旅客到访并疯狂购物，以为这样是一个美好的结局。但租金过分便宜问题在这100年从来没有得到解决。浅草寺决定将商店街的租金提升16倍，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晴天霹雳，使得89间商店的老板毫无头绪。相信没有老板会愿意接受加租吧。昔日获得店铺租权的老板们，近100多年以极低租金在东京最多人流的地方做生意，想尽优势，并以原本租金的数倍价格再租给他人。出租铺位原本就是最具回报潜力的商品。商店街平均租金是23000日元，平均一天的租金不用1000日元，根本从来没有听过如此好的条件。浅草寺买回建筑物之后，即代表要交固定资产税，当然税金应该由商店街的店铺承租人负担，因此将租金提升了16倍。租金经过了100年多，终于恢复接近市场的水准。但习惯了极低租金的店铺老板们要求放缓涨幅，分8年逐年增加。关系人士表示，几乎没有店铺因为加租和拖延交租而倒闭。最大的倒闭原因是没有继承人。例如，拥有超过100年历史的稻叶玩具店，在2020年5月歇业，店主是第4代，已经78岁高龄，店铺没有人接手的情况现在也很常见。换一换角度看租金问题，重建式商店街常年保持其特色，贩售人形烧和煎饼等各种日本传统小吃，还有如古董般的小玩具和模型，带给到访游客一种独一无二的体验。当一天租金回升至市价，可能各大连锁店会陆续进驻这个圣地。如果有到访过重建式商店街，而且有仔细逛过的话，应该算得上是个幸运儿。浅草寺拜的观音像已经封闭起来将近了1400年，这令人感到背后似乎是隐藏了什么秘密。浅草之所以成为东京历史最悠久的闹区，其实是源自1400年前一个巧合和一些谜团。无论有没有到访过日本的人，都会认识著名景点的浅草寺，而形成闹区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有居民和游客到观音寺参拜。西元628年，东京一带还是荒芜一片，当时浅草是一个小渔港。有一天，渔夫快前2兄弟在渔田川打鱼，拉网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小人像挂在网中，三兄弟认为没有用，便抛回河里。之后小人像又再挂回了网中，兄弟又将小人像抛回河里，之后还重复了数次。最终兄弟感到奇怪，把小人像带回岸，
把人像交给村长的土司中之看，发现原来是一个观音像，三人便新建了一个小小的堂来供奉观音像。过了20年，路过浅草的僧人盛海上人为供奉观音新建了观音堂。途中他得到观音托梦，要将观音像封起来，就这样一直维持到了今天。现在就连住持也没有看过封起来的观音像的真面目。相传观音像高约5公分。以上是官方声称的浅草寺起源，听起来疑点重重，在河里多次捞到只有5公分高神像的说法就已经很奇怪了。如果考量佛教传来日本的年份，还有故事中拥有姓氏的人在当年因是贵族或是位高权重的人，却还去当渔夫打鱼，以及观音像要封起来等等说法，以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充满疑问。浅草寺的起源到现在还没有定案，而且难以追究，但超过1000年历史这一点应该没有错，成为灵验驱除瘟神的大寺院，获得人们爱戴而发展繁荣。浅草寺的一角有一座浅草神社，听起来有点奇怪，有浅草寺又有浅草神社。浅草寺传记中的快钱兵城、快钱竹城两兄弟，还有土司中之发现了观音像和建了小堂安放及供奉。为了表扬这3名前人的功劳，后人把3人封为乡土神，并新建了浅草神社做祭祀。留意一下，神社的社纹是3个渔网，代表这个神社的起源。每年5月在浅草举办的三社祭已有150年历史，每年有超过200万人参加，相信喜欢神社祭典的观众应该都很熟悉。三社祭的三社并非浅草里的3间神社合办的，而是祭祀浅草神社中老起并供奉观音的3位乡土神。祭典规模盛大，可见人们对浅草神社的重视。三社祭里有一个罕见的仪式，在祭典前一夜将3座神教放在观音堂前一晚，让观音和3神在宁静的夜晚共聚。看到现在浅草寺的繁荣和每年三社祭的盛况，相信追寻浅草寺真正的来源已不再重要，保持这个谜团未解应是最理想的做法。而在100年多前，浅草的另一角也兴起了一些新事物，为这里增添另一番风采。由重建市商店街往浅草寺走，途中左转进入传法院通，走到尽头便会到达4分岔路口，再向前走便会找到 Donki。 游客们来这里都是在 Donki 买点伴手礼便离开，这里没有其他吸引游客的景点。回到19世纪末，这里比雷门和重建市商店街更加来得热闹。这一带曾是浅草寺的一部分，在明治时代遭政府收地之后，改建为公园和大水池。公园4周竟然吸引了大量游客到访。公园落成后，原本在西参道与奥山的小剧场和杂技团纷纷搬到整理好的公园里，而且吸引了浅草寺参拜后的人们聚集消费玩乐。商人没有错过这个生意良机，开办了长盘座剧场，上演歌舞伎和舞台剧。1903年，日本首座电影院电气馆开幕，定期上映电影。当时人们认为浅草公园这一角追上了世界娱乐最尖端的百老汇，造成一片盛况。日本人喜欢登上观景台，有商人便在这里新建了新玩意儿——富士山纵览场，模仿富士山的外形，高32公尺，攀上山顶便可以眺望整个东京。当时富士山被当作圣山，不可以登顶的女士们便来到这里，一场模拟登山的体验。可惜这座木造的假山十分脆弱，落成2年多便遭到台风侵袭而倒塌，被迫清拆。日本人习惯了灾后复兴，而且人像高望，招聘了英国设计师，新建了成为日本最高建筑的凌云阁，高66公尺，有12层，更设有日本首部电梯，可由地面通往8楼，2楼至7楼有世界各国和日本各地的名产店，9楼是美术品等展览厅，10楼至12楼是展望台。付1钱便可以享用30倍望远镜看整个都会，是难得的体验。
1890年落成的凌云阁成为东京一带人们的休闲好去处，大家都抱着超越欧美的寄望。20世纪初，浅草公园开满了剧场和电影院，还有凌云阁，这里逐渐获人们称为六区百老汇。六区是浅草一带的分区，如浅草寺本堂是1区，重建市商店街是2区，六区这个地名一直保存到了现在。这条长长的直路便是昔日六区百老汇的大街，现在变成了商店街。沿路一直走到尽头，会看见一座歇业了的小钢珠店，看起来没什么特别，但这里是昔日凌云阁的遗址。店铺大门旁有一个小小的纪念碑，100年多前12层楼高的凌云阁屹立在这里，直到惨剧发生。1923年9月1号早上11点58分，关东大地震袭击东京，凌云阁抵受不了震动，8层楼建筑应声折断倒塌。据说当时有10多人在参观瞭望台，随着倒塌的部分坠地丧命。遭大地震和2战大空袭洗礼的六区百老汇，不久后便复兴过来，继续为人们带来欢乐时光，忘记悲痛的过去。然而，尽管这里如何熬过灾难，也敌不过时代的冲击。戏剧和电影在20世纪上半叶是最流行的娱乐，进入50年代，应用了最高科技的大众娱乐电视广播面世。1964年，日本举办举国盛事东京奥运会，一口气把电视普及率提升，在家就能享受电视带来的新鲜娱乐。以剧场为最大武器的六区百老汇跟不上时代，顿时变得冷清。这里的电影院全盛期有30多间，挣扎了60年，终于在2012年，所有电影院都歇业。光荣的时代，无奈的落幕。由六区百老汇回到刚才的4分岔路口，转左窥探一下日本人的日常生活。整条街两旁开满小吃摊，桌椅都放在店铺外面。因为拍摄时是冬天，所以有透明帘围着。这里晚上亮着暖暖的黄色灯光，充满笑声，洋溢着昭和气氛。这条长70公尺的饮酒小街便是 Hoppy 街。Hoppy 是日本一种没有酒精的仿啤酒饮品，在不少居酒屋和超市都能够找得到。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为何这条街称为 Hoppy 街，但相信命名是近20年的事。这里又名为煮猪牛杂街。煮猪牛杂拌啤酒是日本的大众饮酒文化，店铺老板不少是在日本定居的韩国人，上一代从济州来日本找工作，所以附近也有不少烧肉店。这间大阪烧店铺茨克西的老板娘便是第2代的韩国人，70年代在这里开铺，看着这里的变化。中途还有一条小巷，同是小吃摊式的居酒屋，在这里喝一杯啤酒，品尝一下煮猪牛杂等道地小菜，感受一下这里的气氛也不错。Hoppy 街到浅草寺的一带保存了2战后昭和时代的模样。下午时分来这里逛一逛，可以发现一间又一间小型的居酒屋已经开始营业，气氛不比新宿的黄金街逊色。大叔们在附近的投注站下了注，便来这里一边喝酒一边听赛马直播，享受人生。刚才走过的是初音小路小吃街，2次元文化和昭和文化混合起来。Hoppy 街是浅草寺拥有的土地，不知土地确实的范围。夹在 Hoppy 街和寺院中间这一带是浅草寺拥有的可能性并不低，推测与中间市商店街相似，租金比市价偏低，所以小型居酒屋可以营业至今。战后已经过了70多年，没有传出任何重建的消息。这个昭和时代饮酒小街暂时还会被保存下去。衰退的尖端娱乐大街六区百老汇旁有一个充满怀旧气氛、人与人密切接触的地方，形成了令人感叹的对比。走到 Hoppy 街的尽头，便可以找到另一个具代表性的景点——浅草花屋夫游乐场。
这个精致且古老的游乐场熬过重重难关，见证了浅草一带的兴衰。早在100年前就已为东京居民提供欢乐。花屋敷是指种满花草的大屋，而游乐场和花看起来没有任何关系，花也不是这里的主题。花屋敷游乐场的命名由来令人摸不着头绪。早在1850年，经营浅草寺小茶屋的森田六三郎在茶屋附近种植花草，当时将军参拜时也经过。六三郎因患病难以继续经营，向寺上书提出改为花园茶座，花屋敷因此诞生。当时体力旺盛的文人雅士们从浅草寺走向三之轮方向，途经花屋敷前往吉原游国游玩，途中经过花屋敷。文人雅士的妻子和小孩便在花屋敷打发时间，没想到不到20年就遇上第一劫，江户幕府瓦解，明治政府成立。在道顿窟特辑介绍过的地权整理在全国实施，东京市政府收地，在浅草寺附近新建公园，借用浅草寺用地的花屋敷被迫搬迁。接手了的第3代主人借用了爷爷的招数，向政府上书，希望继续经营，成功争取，但换来付上昂贵地租的代价。虽然花屋敷深受市民爱戴，但后来不断受到政府加租的威胁，而抵受不了，转了手。面对经营困难，还有戏院和剧场纷纷在浅草开张，花园已经不够有吸引力。茶屋决心引入新奇动物和奇趣表演，还参考了大阪新世界，新增了秋千和滑梯，变身成为多元化的游乐场。可惜又遇上另一劫，关东大地震。因浅草一带地形坚固，游乐场没受大损坏，但为避免动物逃走影响附近居民，原本为小朋友带来欢乐的动物们逐一遭到毒杀。在游乐场里可以找到为悼念动物们的鸟兽供养碑。花屋敷一直受经营的问题困扰，终于在1935年难逃倒闭的一劫，改建为当时大受欢迎的剧场。不过另一个大灾难，东京大空袭竟为这里带来了转机。原本的剧场都被烧焦，附近黑店林立，也有人趁机霸占地方新建小屋居住，情况一片混乱。剧场公司老板大谷竹次郎再次发动家传招数，上书政府希望原址新建游乐场，结果获得批准。不过问题是要让霸地居住的2人离开。在电玩人中之龙系列0之中，剧情描写恶霸占据空置大厦，骗取高额搬迁费。这一幕不只是电玩的情节，而是在现实世界也发生过的问题。大谷亲自向恶霸头目交涉，头目竟拿出日本刀指向大谷，大谷跪在地上说要斩就斩吧。没想到这竟然感动了恶霸头目，更答应及时撤走，并协助新建游乐场，为浅草复兴出一份力。1947年花屋敷重新开业，并在1953年引入日本首座国产云霄飞车，之后还引进了旋转木马、小火车、自由落体等游乐设施相继落成，为小朋友和情侣们带来了无穷的欢乐。不收入场费的经营方式深受人们欢迎。浅草进入衰退期的70年代，长万赛马投注站在浅草投入服务，竟也为花屋敷带来另一劫。醉汉和赛马迷占据了场内空间，家长们无法放心让小朋友游玩，加上风俗营业法的修改，警察介入并要求花屋敷改善。自开园以来一直坚持免费入场，结果游乐场因环境变化而改为收取入场费，幸好没有因此而令入场人数明显下降，总算渡过难关。高高的游乐设施是这里的地标。1960年引入的 B Tower 为高度成长期出生的团块世代带来难忘的童年回忆。2016年拆除，结束了56年的辉煌岁月。1996年引入的 Space Shot 自由落体接棒成为花屋敷的人气游乐设施，经过多次维修却无法重开，只运作了23年就踏上了退役的命运。20221月还高高屹立在历经沧桑的花屋敷游乐园里，被乘坐古老云霄飞车的欢叫声包围，显得空虚。
国内外游客的浅草寺雷门一带具有千年历史，这里有东京最古老的寺院，加上通往浅草寺必经的重建式商店街，保存了日本传统的一面。在这里还可以穿和服、坐人力车，配合这些体验，这个地方尤其受到外国游客欢迎。可惜道地风情洋溢的六区百老汇，随着电视普及后一直衰退，曾经有30多间的戏院在2012年全都歇业。拯救六区百老汇，重拾这里的繁华，是现在浅草的最优先任务。情况严重到已经不能只靠民间商家努力的地步。秋叶原再开发，选择了转型成为商业城市，而浅草一向有悠久的历史的背景。台东区政府决定推行浅草六区的再开发计划，配合建筑物老化需要重建的时机，限制建筑物的外观和高度，还有营业种类，避免破坏这里原有的价值和魅力。计划在2010年代开始，六区地区内超过300平方公尺的建筑物需要新建戏院和剧场。计划中的松竹六区塔设有剧场和娱乐设施，东 k 7楼设立剧场兼咖啡厅，东京乐天地营运的马路过多尼蹦购物商场，还有5楼设有5人足球场的 Lux 3G。 计划内容丰富，配合2005年通车的竹坡快线，还有2012年开幕的晴空塔，带给当地市民一片光明。尽管人们怎么样努力，现实却残酷不堪。台东区政府和市民的愿望没有实现，甚至各店铺在不到10年内便相继歇业，带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。重现昔日凌云阁永姿的松竹六区塔计划遭到腰斩，改为高层饭店。东 k 7楼的剧场兼咖啡厅是由 Perfume 隶属的大型艺能事务所经营的，在2021年3月歇业。马路过多尼蹦在2020年11月关闭转型，现在大部分地方成为 Uniqlo 浅草店。有关剧场和娱乐设施的店铺在短期内纷纷歇业，留给市民的只是一片绝望。拘泥于追求昔日百老汇般的剧场娱乐繁荣已经不切实际，人们发觉沿袭过去的成功路线是完全不可行的。2021年末 Netflix 推出自资作品浅草小子，改编了北野武自传小说。昔日在浅草六区打滚的北野武得到恩师深见千三郎赏识，走上法国做剧场的舞台上，在脱衣舞表演间场中当搞笑艺人，之后还组成了经典2人搞笑组合 Two Beat， 更当红获得上电视的机会，打开北野武的光明前途。剧场、电视、网上串流娱乐的方式和潮流不断随着时代而转变，但趣味的根本价值没有改变。北野武的一生或许是个别例子，但证明了浅草还有其魅力和潜力。再者，在疫情前，日本现场娱乐市场规模不断扩大，近10年增加率达到 8%。 现场娱乐是相对于以荧幕可以享受娱乐的概念，可以感受现场气氛以及人们面对面交流，是现场娱乐最大的卖点。网络娱乐已经渗透了整个日本，人和人的面对面接触机会减少，体验也局限在小小的荧幕和房间中。相反的，不论是现场娱乐、小型舞台剧至大型演唱会，在这个时代价值获得提升。可惜浅草六区未能把握市场趋势，亦在宣传上未达效果，错过了千载难逢的复活机会，唯有默默抵受疫情的冲击，仔细思考日后发展。